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美学模型，就是这个 Playground。这个所谓的美学模型呢，其实就是我们绘画常用的大模型，其他大模型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它的出图效果非常的漂亮。这些是它的一些示例，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待会儿我们再去做实际的检验。这边有一些说明啊，他说是美学效果方面最先进的开源模型。这句话说的还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经过我的实际测试，它的出图效果确实是非常的出色，甚至让我有了一种感觉，我从今以后我可以不用别的模型了，只用这一个就可以了。这个我们待会儿看实际的效果。这个下面呢有一个对比图，它给我们做了一些对比。这个绿色呢代表这个 Playground， 它跟这个 Midjourney 啊以及这些其他的这些模型做了一些对比，效果非常的出色。当然这个我们还是要看它实际的效果怎么样。然后我们看怎么去使用。这边呢有它的下载地址，点一下这个，然后它给了我们两个模型，一个是带 FP16 的，这个 FP16 呢就是支持半径度的意思。我们如果大家的显卡支持半径度，那么你就下载上面这个模型就可以了，小一点7个G。下面这个呢就是给那些不支持半径度的显卡的用户来使用的，大家看一下自己的显卡到底支不支持半径度，千万不要下载错了。然后我们来看看怎么去使用。大家模型下载下来之后呢，其实就跟你正常的那种绘画一样，你把它放到该放的地方就可以了。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说了。然后我们来放大。下面这边呢是已经搭建好的纹身图的流程，这个总共搭建了2个。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然后呢，他们共同使用了一个提示词，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同样的词来看这种最终的出图效果怎么样，做一个对比。这边呢有一个新的节点，这个模型连续采样，这个节点的作用呢就是会略微的提升这个出图的效果，当然没有这个也没有任何区别。然后大家说，如果你使用这个 Canva UI 来做图的话，那么你要注意把这个版本一定要更新到最新版本，否则的话这个采样器可能是没有的。然后这边参数的一些设置，大家简单看一下。CFG 是3就可以了，不要太高。步数呢50，小一点也可以，这个问题不大。然后下面这个呢也是啊，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绘画需要的数值就可以，其他就没有什么了。因为这边是2个图，我们来是拿这个实际的例子来给大家做一下对比。然后我们来找一张图片，这边呢是一个网站，这个网站的话它提供一些这种图片的提示词，这个我们直接选一个就可以了。比方说这个龙，感觉挺漂亮的，打开它，这边呢有它的这个提示词，我们复制下来。改一下，这是一个提示词，后面这些呢我们把它删掉就可以了。这样，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最终出图，点一下这个开始，好，我们让它再运行一下。好，我们这个图片出来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用 Playground 出来的图是这种效果。我们普通的这种大模型是这样的，咱们不用管它这个图上的这个龙有几个，这个无所谓，我们只看这个效果。大家看这个龙的这个色彩细节都要远远的超过我们普通大模型给出来的效果。这个我们再来一次，这是我们第2次运行的结果。这个呢是 Playground 的效果，大家看这个色彩整体的细节真的非常的出色。然后这个普通的呢非常的奇怪，然后这个色彩什么的差了很多。当然这个我们可以换一个模型，大家再看一下。我选的是这个，然后使用这个模型，这个模型也是一个模型。然后呢这边我们来换一下这边的这个提示词吧，再来找一个，然后我们找一个这种相关的提示词，火龙嘛，复制一下，后面这些删掉，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这个是出来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 Playground 出的效果，大家看这些眼睛了什么的，色彩感觉就非常的漂亮。这边呢这个呢是这个普通的大模型出的，如果说没有对比的话，那么这个效果其实也不错，是吧？当你这个旁边有一个对比的话，然后你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色彩上呢还是差了一些。整体效果大家看到了，这个模型的整体效果非常的出色。最后呢我们再来做一张人物的图片，这边呢有一些人物的这种模型，然后我们来找一个，就这个吧，这边复制一下，把它去稍微改一下。哎，这为什么出来还是龙？这个效果确实不错啊，不过这个提示词弄错了，我看一下。哦，那没复制上，可能是。再复制一下，我们来运行一下。这是他给我们出的这个图，可以看到这个两边的这个对比啊，还是比较明显的。这边呢显然要比这边要更好，这个 Playground 整体的效果确实要更好，这个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就下载下来自己体验一下。大家拜拜。